丁贵儿启天外用致富线，丁贵儿启天邀您收看我们的婚姻。一颗新疆番茄，一碗阳光茄皇，邀请观看我们的婚姻。你像有的公司，你可能对这个创始人就非常有信心，但是他也有可能做出一些非常错误的决策。也有的公司呢，你可能等它成功上市之后，然后你就可以安全的退出了。好多公司，在我完全退出股份之后，它又涨了4、5倍，你可能永远找不到那个最高点。所有的投资人你都绕不开这3种情绪。有一句话，我觉得说的特别不好意思，我个人觉得这是不是做错了，放在这里非常合适。其实投资从某种角度上讲，也更像是结婚。投资人和创始团队，你要有认同，有默契。那你结婚前，你就要做好长期共同生活的准备，对不对？王总说退出的最高点很难把握，这个我充分认同啊。但如果说投资就像结婚，这个我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了。在我看来啊，投资可绝不是2口子结婚打算手牵手的过一辈子啊。事实上，投资方在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之后啊，肯定是要退出的，哪怕不是在所谓的最高点退出。哎，刘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这是来参加今年的创投论剑了，明天回上海，我立刻就把那合同给你送过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啊。嗨，凯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没回来多久。你肯定在国外干什么不靠谱的事儿，被人撵回来的吧？没有，那国内的钱不能让你一个人挣了，形势一片大好，我肯定得回来。你回来不说一声？我是觉得得站稳脚跟，我才有脸跟你们联系。那现在脚跟站稳了吗？刚刚进入云山澄清。你以后别跟我说话啊！会后找你喝酒啊！我上个厕所啊，一会儿联系。好，什么情况？好，关于退出点的问题呢，我们就暂时先讨论到这里。下一个问题，投资到底是投赛道还是投赛手呢？我们想听一下王总跟曹总2位的观点，有请。我个人啊是投赛道的典型。我们飞虎资本啊，就是要先选择好赛道，然后把赛道里所有的企业都看一遍，投最好的，然后合并出售，获利退出。听起来很现实，也很冰冷，但是确实有效，而且是高效。那我可能就是投赛手的典型了。我觉得巴菲特说的很有道理。其实投资的本质，投的就是人。投资当然是投人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投赛道里的人。就像查理芒格说的，投资成功的2个原则。原则1是要选择在鱼多的地方钓鱼。原则2是永远也不要忘记原则1。好，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，所以特地设计了一个互动环节。在座的各位，如果有什么样的观点，都可以起身跟我们台上的嘉宾进行交流互动。哟，我这话还没说完呢，那边有一位女士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好，让我们现场朋友听一下那位女士的观点。
你好，您的观点是投资到底是投赛道还是投赛手呢？我个人的观点，我觉得相对于赛道和赛手，更值得关注的是理想和愿景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呢，不管是投赛道还是投赛手，它都是一个伪命题。因为一个伟大的企业一定是诞生在一个伟大的理想和愿景之上的。就比如我们都知道的，比尔盖茨创建微软的时候，他的理想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台电脑。所以我认为投资人应该更加专注理想和愿景，才能投出伟大的企业。我和这位女士有一些不同的观点。我个人认为呢，理想和愿景这种东西还是太虚无缥缈了。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姓霍，霍连凯，刚从国外回来，目前担任云山长兴投资部行业2组的负责人，也希望今后能得到各位同仁的帮助，谢谢。言归正传啊，刚才王志毅王总说到了，投资就是投人，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同。因为一个优秀的赛手本身就具有盘活整条赛道的能力，所以优秀的投资人就应该去投这样的赛手。我认为这个问题索罗斯的反身性总结得最为到位。人不可能准确地预测市场，更不可能盘活市场。作为市场的参与者，跟市场只能是互为影响的关系。所以，如果一个投资人等着赛手去盘活市场，那你们国外投资人的钱也太好赚了吧？抱歉，我真的回国时间很短，对于行业内的人士也不是特别熟悉，还没有请教这位女士怎么称呼，在哪家公司高就？我现在还没有在那家公司。没有公司？那您今天是怎么来到咱们论坛现场的呢？不好意思，我有另外一个证，就砍辣椒的那个。对不起，女士，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。对不起，她是我太太。家属是不能进入会场的。你们的邀请函上也没有这样写啊。不是，要不然让她用我的证件行吗？不行，论坛是实名制，恐怕要请这位女士马上离场。那我也出去，我先送她回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哎呀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插曲啊！好，我们继续把目光回到我们的论坛舞台上，继续我们今天的讨论环节。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议题，我们要有请的是正和投资的袁总以及长信投资的朱总啊，有请二位。正想问你呢，你觉得我的观点怎么样？你要不想去看辣椒，你就在屋里歇一会儿；要不你就去做个 SPA。那你干嘛去啊？论坛没结束呢，我得回去啊。不是你吊着脸给谁看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？没有，你开心就好。什么叫我开心就好？那论坛本来就是各抒己见的地方，我也是学金融的，我怎么就不能发表我自己的观点？你那是6年前的观点。什么意思你？你就说我过时了吧？我是说投资市场千变万化，去年和今年的玩法都不一样，何况你已经离开6年了。我离开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呗？我可没这么说，人家庭主妇都老老实实看辣椒了，谁像你那么厉害啊？你是有理想的人，而且你有摇滚精神，你要超越整个社会。你不用这么阴阳怪气儿的，我自己是谁，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。倒是你，我今天才发现，原来你心里这么想我的呀。盛江川，你每天嘴上说一套，心里想一套，你累不累啊？我累，
我每天在外边跟打仗似的，回来我还得捧着你、哄着你，我能不累吗？你什么时候哄着我了？你的意思是你站得高，看得远，你明白我糊涂，你让着我呢是吧？不是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你说。我得让你收起你居高临下的优越感。起来，以后你都不用再哄着我。起来。哎，怎么了？不是你生什么气啊？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这里好开心啊！风景太美了，好像就是他哎，谁呀？就是那个白天把我引去野河沟的那个。其实就是一帮太太的联谊，你想这么多干什么？而且你那确实沾了你老公的光啊！谁沾谁的光啊？要是6年前我没在家带孩子，也出去工作了，现在我也能收到邀请。我发现你真是好爱争强好胜哦，跟老公还比个高低。这个有谱了。穿这个呀，这件会不会有点太职业了？参加盛典都是要穿西装的，不管男生女生。你看那这个世界领导人峰会，那第一夫人不也都是品酒赏花、参观游览吗？人家是挣钱回来的人，好吗？在外面挣钱跟在家带娃就是分工不一样，怎么还得分个3、6、9等啊？你没上过班，你不懂。在金融界上班，只要一说你住哪儿，就知道你是哪个职位的。你老公就是活生生的好男人指南。我全凭一己之力，带着咱们全家实现了消费升级，咱们家整个跃升了1个阶层。你知道这有多难吗？你说你老公厉不厉害？孩子本来就是2个人的，谁规定的非得女人带呢？那你当初怎么不让你老公在家带？那是因为我带的比他好啊。你确定你老公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吗？要是当年让你留在家里看孩子，我出去工作，你愿意吗？愿意啊，吃软饭多容易啊，还好消化。尚总，没开车吗？您太太呢？他这人没出息，一出门就惦记孩子，他老不放心，所以开车先回去了。当妈的嘛，不都这样吗？我拿他也没辙。我先走了。嗯。江川，等谁呢？坐我车走啊。
啊，不了，我约了人了，你先走吧。啊，那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嘞。凯子，你磨叽什么呢？你个大老爷们出门还化妆啊？上厕所了，马上就来啊。没开车啊？坐我车了，正好找你有事儿。行李放后边。好啊，凯子，你慢慢磨叽吧啊，我不等你了，我先走了。来，行李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导航，回家。好的，已为您设定回家路线。我说你怎么好心拉我呢？你这是要给我发请柬啊？我可是提前1个月啊，亲自把请柬送到你手里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把时间留出来，别到时候找借口说没时间来我的婚礼。哪能啊！兄弟结婚是大事儿，我肯定来。我反正是诚意满满啊，那得看你的诚意了。除了这个请柬之外，还有个项目。风投网消息一直很灵通，什么项目啊？去年你们是不是投了一家跨境电商啊？啊，对，叫粤美海淘，发展的还不错。现在，沿海自贸区呢有家公司，之前呢一直做跨境物流，现在他们打算打通上下游，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，所以呢就想收购一家优质的跨境电商，有没有兴趣？哪个自贸区啊？你给对接一下啊。那得看你能给我随多少份子钱。你这太现实了。等信儿吧。提前入学，我记得我们是说好了下个学期才有名额的。您这突然要求提前，我们不好安排。对不起，校长，知道给您添麻烦了，实在是抱歉。但是我们确实是有特殊情况，因为我马上要去工作了。您看可不可以给盛唐先安排一个插班？不是，这位妈妈，您出去工作的事不得再等等吗？我也是怕孩子这样中途插班，他也很难适应。不，这个您不用担心，他完全能适应，因为我从小就教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对吧？他真的非常非常独立，而且我们2个人从1年前就开始为上学前班做准备了，他完全没问题，他适应，您可以放心。可是您要是不放心的话，要不您给盛唐安排一个入学测试吧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把我撵出来了？刚好这屋归我了。妈妈，为什么我一定要提前入学？为什么你现在就要去上班？那个妈妈想要赶快回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呀。你说的是唱摇滚的舞台吗？糖糖，妈妈是要回到工作的舞台上，当然了，妈妈也会继续唱摇滚的。每个人都要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妈妈也一样。我觉得你提前入学肯定没有问题，你会做得很好的。可是刚才那个校长还说，我恐怕还不能适应呢。我觉得首先校长并不了解你，对不对？其次，能或者不能做到一件事情是自己说了算的，要相信自己。你觉得你能不能？妈妈，我能行的。太乖了，走。哎，石哥，回来了。粤美海淘资料准备好了吗？早准备好了。哎，你们这次去论坛，师姐也发言了。听说师姐英雄不减当年啊，还是很有当年大学里辩论大赛主辩手的风采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见视频了。什么视频？
就人家在现场把师姐那段录成小视频发到金融群里了。哪个群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你怎么可能看到呢？谁会傻到那种程度发到有你的群里啊？论坛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，怎么什么人都能进去？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师哥，你也别这么说，人家发到群里吧，也没有嘲笑的意思，反而好多人觉得师姐说的挺好的呢。他说什么了？来，给我看看。你不是在现场吗？没听见吗？我当时上厕所呢。你快给我拿过来！哪那么多废话？999感冒灵，家中常备，暖暖的，很贴心。999感冒灵邀您继续观看我们的婚姻。全面科学配方，100年珍稀品质，海普诺凯1897邀您继续观看我们的婚姻。吵架没好话，两口子吵架的话能当真啊？你还真为了这事儿让孩子提前入学去上班啊？你至于吗？我早晚是要去工作的。是，我知道你很想去工作，可是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出去要面对的是什么？就是没什么经验呗。我可以接受从实习生做起啊。人家公司的实习生都是大学刚毕业的，可你的身份是一个6岁孩子的母亲。对啊，世界上最伟大的身份。你说那是小学课本，到中学讲的是父亲，人学的是背影。同样的6年，在职场就更变味儿了。怎么了？当了妈妈以后智商就下降了？看你，我跟你说，盛江川这几年做投资，投了一些项目呢，回来有些时候会跟我讨论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能每天忙得4脚朝天的，顾不上家。要是我出去工作，我觉得我是能腾出很多时间来照顾家庭、陪伴孩子的。淘淘，你慢点跑啊！啊，听到没有？你就在妈妈视线范围里面，就在这儿啊。咱坐会儿吧。怎么样？师姐说的不错吧？不是师哥，就我好多同学吧，也觉得师姐说的挺好的。现在这年头吧，投资人就指人风口，创业者也大都跟风，看见什么好的行业，一窝蜂就扎进去了，也很少有人提什么理想啊、信念啊什么东西的，钱烧光了，大部分人也就完了。跟市场最好的关系就是互为影响吧。但是你的这些同学里，没有一个有资格参加这个论坛的吧？是，没有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们还年轻，这不是校园辩论赛，人家这些金融界的大佬在那发表言论，是为了宣传自己、宣传公司，得到更多的企业关注。至于人家真正的发展方向和运作方式，他能告诉你吗？啊，他会告诉自己的对手自己下一步会干什么吗？不会。是。所以你说沈慧晶他是不是幼稚？啊，他就没搞清楚这场论坛的真正意义。人家曹总和王志毅在那儿辩论，看似是在掰手腕，实际到最后是要互相捧哏的，用得着他各打50大板吗？啊，还跟我谈什么理想愿景，他就是太理想化了，而且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。幸好他不用在职场上混，否则被人卖了帮人数钱呢。所以嘛，师哥您把他放在家是对他的保护嘛，是吧？就别再说这事儿了。好，你赶紧把粤美海淘资料给我拿过来。好。晚上出差要用呢，今晚就出差，啊！我要去一趟沿海自贸区，那个高伟给了我一个信息，快点。好，我现在就准备。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做全职妈妈的，我也知道一个女人放弃工作跟社会脱节，把所有的筹码压在一个男人身上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。尤其是像我老公陆维斌那样的男人，我也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因为钱才跟他在一起的，所以我怀孕直到8个月的时候还在工作，还在为了升职而努力。生了吗？
申什么申？到后来，同事一见到我就说：“哎，你老公这么有钱，你还这么拼干嘛啊？哎，你肚子都这么大了，你赶紧回去养胎呀！”甚至会有人说：“你那个稿子到底能不能交了？你要是再不交，你早点跟我们说，别耽误大家工作。”我就纳了闷了，我怀孕了，是给大家添了多大的麻烦吗？还是我要求什么特殊待遇了？我都没有啊。后来我生完了孩子，休完了产假，别说是升职了，就是原来的岗位它都不是我的了。如果我坚持要回去，我必须得接受降薪和降职。凭什么呀？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是因为你生完了孩子就没有上过班，所以你不了解。我那时候特别失望，我就想，你说我辛辛苦苦去接受一份降薪又降级的工作，我图什么呀？与其吃力不讨好，我为什么不在家享受生活？我就把孩子当工作，把我老公当老板，这样不可以吗？我觉得这样也很好。你把你老公当老板，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关系是平等的，你干嘛要把他当老板啊？哎呀，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，你要拿出伺候老板的心态，你就会觉得你老公身上的很多毛病你就都能接受了，那生活不就和谐了？而且就算你去了职场，也没有平等可言。哪个老板不自私不自大？请你告诉我。其实我觉得吧，这女人的智慧也可以体现在经营好婚姻和家庭上，对吧？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吧。我有我自己的职业理想要实现，有我自己的自我价值要体现。我不能只是作为谁的妈妈、谁的妻子、谁的女儿活着。我也是学金融的，我爸一个人把我供到大学毕业。我的人生规划里不能只有全职妈妈这一个身份。所以呢，我可以接受降级，我不介意，我可以从头开始。就算你真的可以从头开始，那也要看有没有人愿意给你这个机会啊。这不机会来了吗？我同学给我介绍工作呢，让我去面试。思佳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之前我给你讲过的，刚从国外回来的咱们行业2组的负责人霍连凯。连凯，这位就是咱们行业1组的负责人董思佳。哦，这个论坛上啊应酬太多，也没有时间给你们正式的介绍一下。您好，董思佳董总久仰大名了，常听别人提起你，他们总说你是王总的左膀右臂，是云山长青的顶梁柱啊。霍总过奖了，云山长青的顶梁柱从来都是王总，也只能是王总，怎么可能轮到我？不过王总跟我交代过了，让我多向你学习。王总，你太客气了，应该我跟董总学习才对。哎，我这2天是真的不知道董总一直在论坛上，我以为周6晚上董总就得回家了呢，要不然我肯定要找他聊一聊的。哎，思佳，坐。啊，看咱们这行的哪有周6周日啊，天天都是工作日。也是，不过我是听他们说家里还有孩子啊，我想那怎么周日也得回家陪陪孩子呀？嗯，那你不常在家，孩子不找妈妈吗？都习惯了。哎呀，要不怎么说，投资人难做，女性投资人更难做。平时忙也就算了，节假日也不能在家陪孩子。哎呀，霍总还没成家啊？不敢考虑这事儿，我怕精力不够用。以前在国外的时候，我也是就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。平时除了工作也没什么别的牵绊了，挺好的，习惯了。王总，您找我？来，连凯，这位我得好好的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咱们风控部门的主管李小田，他负责所有项目的风险评估。以后你的项目要想立项，也得先通过他这一关。霍连凯，你好，李总的大名我也是如雷贯耳，今后请多多关照。幸会。幸会。
刚才那帅哥进去时间可不短。对呀，这都半小时了，前面的女孩不到5分钟就出来了。看来这哥们有戏啊！姐姐，你是来应聘什么职位的？是部门主管吗？实习生。你是应届毕业的？没规定必须是应届毕业吧？下一位。哎，哥们儿，面试情况怎么样啊？还不错，没什么问题。你研究生毕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吗？我看贵公司对实习生的要求是不需要工作经验。可是我们公司也没有毕业了6年还在做实习生的人。要知道，刚毕业的这6年对于职场人来说可是非常宝贵的6年。6年对谁来说都很宝贵。当然，如果贵公司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我相信未来的6年我也会做得很好。那你先做下自我介绍。基本资料在个人简历里面都写得很清楚了，我就不再复述了。我觉得我这个人有4种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：观察能力、学习能力、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。你这对自我的评价可不低啊，有什么依据吗？我想大胆冒昧地猜测一下，贵公司在未来是不是有布局健康产业的计划？是不是有构建上下游一体的创新方向？你是在我们公司有什么熟人吗？没有，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，阅读了几篇贵公司合伙人最近的文章。我看有频繁地提到医疗数据、人工智能和个性化医疗的话题，所以我认为这代表了贵公司对健康产业的关注。那一体化方向你是怎么猜到的？我看刚才的面试，男孩子时间长一点，女孩子短一点，形象好的时间长一点，形象普通的就短一点。当然了，不是说贵公司以貌取人。我认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，贵公司对频繁出差和外事接待的用人方面有大量的需求。好，我们对你的能力也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，我们会认真考虑的。好，谢谢。你给我玩一会儿。哎，彤彤，把娃娃还给妹妹。哎，彤彤，玩一会儿，这是我的，你给我玩一会儿嘛。给。你俩这就算分居了？你老公就一直住这屋呀？没有啊，从论坛回来以后就出差了，也没在家里。怪不得你那么没精打采的，是不是把他撵出来之后找不着台阶下呀？没事啦，哄男人很简单呐，我可以教你。我哄他干嘛呀？我在想我面试的事儿呢。我面试的时候，我觉得聊得非常好，是真的聊得挺好的，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呢？那就是没通过呗。哎，你不用太在意。我能不在意吗？就算没通过，是不是也应该打电话告诉我一下为什么呀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？职场对当了妈的女性她就是很不友善，所以我就说你赶紧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哄哄你老公，把老公当老板没什么不好的，省得在外面受气啊。妈妈，我渴了，我要喝水。我也渴了。反正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我要继续找。你们俩要喝什么呀？我要喝饮料。我也要喝饮料。不行，没有饮料，只有果汁。你有6年时间一直在家，那是什么原因让你放弃做全职妈妈而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呢？是做了这样的人生规划。既然你那么想工作，为什么之前在家待了6年时间？我想培养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，我觉得这是为人父母的责任。哎呀，你这还有这么小一女儿啊？有老人帮忙带吗？没有老人帮我带。那要经常出差呢？完全没问题，必要的出差能配合。我女儿自理能力很强的，她马上要上学前班了。看你的专业是没问题的，
毕业学校也是响当当的，但问题是我们这行业的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。你作为母亲，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？如果是父亲，也要回答这个问题吗？你有这么长的空档期，有没有担心过自己无法再融入职场？不担心，我觉得这6年反而给我积蓄了力量，让我更渴望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。你觉着以你目前的情况呢，能不能适应我们这种高强度的工作？我会用最快的时间去学习，完成知识更新，所以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。我知道，作为一个实习生来说，我年纪是有点大了。你这6年的空档期确实是个大问题。对，我有6年的空档期，我没有工作经验。我不觉得年龄是个障碍，我的个人生活肯定不会影响到工作的。看那边没有，4遍，对方的4遍，那个，你认识他吗？是他们专门请来的师兄。哼，还专门请个师兄，请谁来我也不怕呀。他们说这个师哥可厉害了，以前就是他们系的辩论队队长，后来一毕业就进了大投资公司。学金融的进投资公司，这是多正常的事儿啊！咱们1年以后不也得去金融街工作吗？你成绩那么好，你别说国内了，你就是国外的投行都有可能啊。我可不一样，我毕业了还指着各位师哥师姐们帮我介绍工作呢。要不，我还是别得罪他了。辩论赛打的是思辨精神，又不是私人恩怨。他是几遍来着？4遍是吧？那行，今天我4遍，你别得罪他。高学历女生回家做全职太太，根本就是一种浪费。究竟浪费了什么呢？我来告诉你，一个生物学女博士放弃科研事业，回家相夫教子，首先浪费了她的寒窗苦读。学海无涯为了什么？为了宅在家里面对着基因雷同的2个人研究物种的多样性吗？求学之路道阻且长，自己卧薪尝胆，家长望眼欲穿，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你挤掉了那么多人，占用了资源，却没有学以致用，而是回家做了全职太太。你以为仅仅是浪费了你寒窗苦读那些岁月吗？不止，你还浪费了教育资源。每个国家的教育资源都是非常宝贵且非常有限的，所以高学历女生回家做全职太太，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浪费。高学历女生做全职太太当然不是浪费。如果我们接受高等教育只是为了事业，是不是太狭隘了？一个生物学女博士做全职太太，会教会整个小区的人种植花卉，将知识的种子传播出去，这是浪费吗？文学女博士做全职太太，言传身教，把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才，这是浪费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是浪费，那说明你把学历孤立地看成了敲门砖，把你对成功的理解强加在别人身上。那么男性为什么不可以放弃高学历和事业，成为全职先生呢？你认为一个女性可以在家实现自我价值，那么我想请问你，全职太太是一种职业吗？谁来给她发工资呢？一个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，她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怎么能在区区几十平米的房子里面实现呢？一个人的选择是不是浪费，只有他自己有发言权。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成为更好的人。高学历女生即便是在家，也不会放弃提升自我。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如果她觉得做全职太太是幸福的，这不是很有价值吗？那么我想请问你本人，会因为成为谁的全职先生而感到幸福吗？
那么你又凭什么觉得一个女性放弃自我，成为谁的全职太太会感到幸福呢？对方辩友，这不是今天的辩题。今天辩论的焦点不是女生，也不是高学历，而是不是浪费。如果一个人闲下来享受生活是一种浪费行为吗？还是他陪伴孩子的成长是浪费行为呢？当然不是。一个妈妈陪伴自己的孩子，那是最幸福的事情，但不需要无时无刻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全职，所谓全职就是24小时，一天全天候，只做好妈妈、好太太。而我认为，一个女人不只是好妈妈、好太太这样的身份，她首先要是她自己。你愿意放弃自己的高学历和事业，成为全职先生吗？你不会因为放弃自己的专业技能而感到遗憾吗？我愿意。我倒是想请问对方辩友，如果你的家庭非常需要你，你就完全不会做出全职太太的选择吗？我当然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啊，但我不会永远是一个全职太太。我相信在我的未来生活中，我也会遇到一个跟我志同道合、持相同观点的先生。未来遇到，那说明你现在还没有先生，你也没有婚姻生活。金融圈有句话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？千万不要拿自己的主观臆断来判断你自己的操作。那我想请问对方辩友，你有婚姻生活吗？你也没有婚姻生活，你发表这样的言论，完全是为了赢得这场比赛，信口开河。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我给你一个喇叭，你广播一下得了。哎，你不是刚找到工作吗？那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公司。你现在怀孕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结婚呗。盛江川已经求婚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是说这个孩子你不能要吧？我为什么不要？我当然要了。那工作不要了，这么多年书都白读了，你就这样当家庭主妇？你忘了你辩论赛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呀？辩论赛的辩题是模拟的，那是虚构出来的。生命它可是活生生的，我不可能为了一个虚构的辩题放弃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啊！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啊？那原本大学毕业肯定都是先立业再成家。现在有了他了，就得先成家再立业呗，反正就是一个先后顺序的事儿。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不是还得凭自己的实力吗？想倒挺美，你有人大公司都等着你呢。那我怎么办？我不能为了要去上班牺牲我自己的孩子吧？就等孩子长大了再去工作呗。Yes I do，
他。